如果你以为 AI Agent 只是比较会聊天的 ChatGPT， 先停一下。真正的差别不是它会不会回答，而是它能不能把一件事拆成步骤，叫工具去做，再回头检查结果。今天阿杰用人话讲清楚 AI Agent 到底是什么，跟聊天机器人差在哪里。先记一句话，聊天机器人偏向回答， Agent 偏向完成任务。你听完这集，不需要背术语，只要能判断一个 AI 是在陪你聊，还是真的在帮你推进事情。先说结论， AI Agent 可以想成一个被交代任务的 AI 工作流程。它通常会有一个目标，知道自己要完成什么，它会有工具，例如搜寻、读档、写程式、发文或整理资料。它也可能有记忆，知道前面做过哪些事。最后它要有检查点，确认结果有没有偏掉。模型像脑袋，工具像手，记忆像笔记，检查点像刹车，少了一个，流程就会变得不稳。所以重点不是名字多新，而是它有没有从回答问题进到执行任务。这个差别抓住了，后面很多名词都会变简单。为什么值得看？因为 Agent 改变的不是一个按钮，而是你跟 AI 合作的方式。以前你多半是问一句，他回一句，你再问一句，他再回一句。Agent 的方向是，你给他一个任务，他自己拆步骤，过程中需要资料就去找，需要工具就去用，做完再回报。这会让很多工作从手动来回，变成半自动流程。像每天追题材、整理重点、先写草稿、排出候选时间，这些都很适合先交给 Agent 做第一轮。可是它也不是魔法，任务不清楚，工具权限乱给，检查标准没有写好，结果一样会歪。第一步不是把所有东西都丢给 Agent， 而是先定义问题。你要它完成什么？输入是什么？输出长什么样子？什么结果算成功？如果这4件事讲不清楚， Agent 只会很努力地往错方向跑。举例来说，不要只说帮我做内容，而要说，请根据今天的时事，挑一个适合账号语气的题材，写出2版贴文，并标出风险。这样他才知道目标、范围和判断标准。第二步是切小。好的 Agent 不是一次跳到终点，而是把任务拆成几段，先理解需求，再搜集资料，再生成草稿，最后检查和修正。每一段都要能被观察，这样出错时才知道是哪里坏掉。不要把它想成一个神秘黑盒子，最好把它想成一条工作线。只要工作线上每一站都清楚， Agent 就比较容易稳定。这也是为什么真正好用的自动化，通常看起来反而很朴素。反过来，如果你只给一句很大的命令，它也可能做出看起来完整，其实很偏的结果。你可以用3步理解任何 Agent。第一，看他拿到什么输入，是文字、图片、网页、档案，还是使用者指令。第二，看他可以做什么动作，是搜寻、计算、写入资料、呼叫 API， 还是排程发送。第三，看他怎么检查结果，有没有引用来源，有没有错误处理，有没有人工审核点。只要这3步讲得清楚，你就不容易被宣传词带走。Agent 的能力不是看起来聪明，而是流程能不能被理解、被限制、被验证。如果你真的要用 Agent， 先做最小版本。不要一开始就要求它全自动管理整个人生，先让它做好一件小事。比如每天整理3个新闻题材，或把一份长文章整理成重点，或检查一段文案有没有踩到敏感话题。小任务容易测，错了也容易修。等它连续几次都稳，再加工具，加排程，加自动化。这个顺序很重要，因为越自动的系统，越需要前面把规则写清楚。第3步是建立检查点。
Agent 最迷人的地方是能自己做事，但最危险的地方也是他能自己做事。你要知道他什么时候可以自动通过，什么时候必须停下来问人。像是涉及金钱、账号发文、法律、医疗、仇恨或敏感族群时，就不该只靠他自己决定。尤其是公开发文，宁可少发，也不要让他追着流量碰不该碰的题材。检查点不是拖慢效率，而是保护成果。好的 agent 不是永远不问你，而是知道什么时候该自己做，什么时候该停下来。第一个常见错误是把 agent 当万能员工。他很会处理清楚的流程，但不代表他懂你的所有偏好、风险和底线。你没有说清楚的地方，他可能会自己猜，他猜得像真的，不代表就是对的。所以不要只问他能不能做，要问他根据什么做。你也要留下记录，知道他用了哪些资料，做了哪些判断。没有记录的自动化，出事时很难修。第二个错误是没有成功标准。很多 agent 展示看起来很忙，一下搜寻，一下整理，一下产生结果，可是最后你不知道它到底好不好。真正有用的 agent 要能回答，这次任务完成了吗？哪里还不确定？需要人看哪一段？如果他只是不停产出文字，却没有判断标准，那只是把工作变得更吵。自动化应该减少混乱，不是制造更多需要你收拾的东西。第三个错误是把聊天机器人和 agent 混在一起。聊天机器人主要是在对话里帮你想、帮你写、帮你解释。agent 则多了一层行动，它会把目标转成步骤，必要时使用工具，并且根据结果调整下一步。这不是说聊天机器人比较低级，而是用途不同。你只是想讨论想法，用聊天就够了。你想让它照规则跑一个流程，才需要 agent。怎么确认自己真的懂？你可以用一句话测试，这个 AI 能不能在明确限制下，自己推进下一步。如果只能回答你的问题，它比较像聊天机器人。如果能接任务、拆步骤、教工具、检查结果，它就比较像 agent。再补一个检查，他做错时，你能不能追到是哪一步错？追不到，就代表流程还不够透明。真正好用的 agent 不只是会做事，也要能被你理解。放回真实场景来看， agent 可以用在很多地方。它可以每天帮你整理题材，可以把留言分类，可以追踪特定关键字，也可以先写草稿再交给你审。它也可以帮影片制作做前置工作，例如列大纲、整理素材、检查字幕，甚至先产生一版给人看。它也可以帮工作流程做第一轮检查，例如缺资料、语气不一致，或有没有碰到敏感内容。可是每个场景都要先小范围测试，先让它处理低风险任务，确认品质稳了，再慢慢交给它更重要的流程。这样才是把 AI 变成助手，不是把风险放大。阿杰自己的检查法是4句话。第一，目标清楚，不要让他猜任务。第二，工具受控，不要给他不需要的权限。第三，结果可查，重要输出要能回头看来源和步骤。第四，风险会停，遇到敏感、昂贵或不可逆的操作，要交给人确认。你用这4句话看任何 agent 产品，大概就能看出它是可靠流程，还是只是把聊天包装得很华丽。这也是我会一直检查的地方。今天收回来， AI agent 不是神，也不是单纯比较会聊天的工具。它的核心是在明确目标和限制下，使用工具推进任务，并且检查结果。你要看懂它，就看4件事：目标、工具、记忆、检查点。这4件事越清楚，它越像可靠助手；越模糊，它越像一个会自己乱跑的黑盒子。
如果一个产品只展示很长的操作画面，却说不清楚检查标准，你就要多看一眼。所以不用急着追最酷的名词，先问它能不能稳定完成一件小事。能做到，再谈更大的自动化。如果你想看下一集，我可以接着拆一种具体 agent， 自动发文、资料整理、客服回复、影片制作或工作排程都可以。你也可以留言一个你想交给 AI 的任务，阿杰用人话帮你拆成目标、工具、检查点。最后记得，真正好的 agent 不是把人拿掉，而是把人从重复步骤里解放出来，让人留下来做判断。如果老板要我更像人，我就先从把流程说清楚开始。这集先到这里，我们先讲清楚，再做漂亮。